骨质疏松症的药物治疗啊，还有退化性关节炎的治疗，到底能不能跟疫苗一起来施打呢？关节不退化，骨质不疏松，欢迎收看骨骼关节健康讲座，我是你的骨科医师戴大为。今天录制的时间是2021年7月9号，我在1个小时之前已经完成了 COVID-19 的疫苗第2剂注射，我打的是 AZ 的疫苗，那终于完成了2剂疫苗注射了，心里面就会比较踏实一点点。那最近呢，当然就有人在问说，骨质疏松症的药物治疗啊，还有退化性关节炎的治疗，到底能不能跟疫苗一起来施打呢？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影片要帮各位解答的部分。首先，如果你是做骨质疏松症治疗的话，要先看看你打或者是你服用的药物是什么。如果你是针剂类的药物的话，就是用打针的话，你可能要注意的哦。如果你打的是保格利，也就是半年打1次的针，或者是益文挺1个月打1次的针，这个可能要建议间隔4到7天会比较好一点。那如果你要同一天施打呢，事实上也是可以。如果你不想要跑医院跑那么多次，你要同一天施打的话，建议是打在不同的部位，例如说疫苗打在右手，药物打在左手，这样子呢，如果万一有副作用产生的话，比较知道是哪一边造成的。那当然，在官方的建议是建议间隔4到7天，但是要注意的，如果你打的是保格利的话呢，保格利是不建议自己擅自停药的，所以虽然需要间隔，你可以晚一点点再去打保格利，但是呢，千万不要延长超过1个月的时间。好，那另外，如果你是打双磷酸盐类的药物，例如说是骨力强，就是这个1年打1针的药物，或者是骨微壮3个月打1次的药物，这一类的药物，建议你应该要间隔7天会比较好一点。就是先打完疫苗，过了7天以后，如果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副作用，再去打这些骨质疏松症的针剂。因为疫苗的施打时间并不是我们自己随时要打就可以打的，所以应该是以疫苗施打的时间为准。那如果有看骨质疏松症的药物有时间冲突的话呢，就优先调整骨质疏松症药物的施打时间。那如果你是用在家自己吃的药物，例如说是福善美啊、钙稳等等，这个是不需要调整的，你就每天或者是按照时间继续吃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停药。那如果是在家自己施打的，每天打1针的骨稳，那个也不需要停药，你就继续施打就可以了，跟疫苗是没有什么冲突的。这个就是骨质疏松症的治疗和疫苗之间的关系。好，那接下来讲退化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我们常常会打一些玻尿酸啊、PRP 啊、一些生长因子啊等等这些注射的治疗。那可不可以跟疫苗一起打呢？事实上，目前并没有文献显示说一起打会有什么不良的作用，因为毕竟我们打的玻尿酸啊，或打其他的针剂，大部分是打进关节里面，比较不是全身的作用，那所以比较不会跟疫苗有冲突。所以我认为，你如果要同一天施打或间隔比较短，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尤其是如果你之前都有打过玻尿酸，那今天是规则回来施打，应该是比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好，以上这个就是骨质疏松症跟关节退化的治疗以及疫苗之间的关系。最重要注意的就是针剂类的骨质疏松症药物可能要跟疫苗稍微间隔一段时间再打会比较好。那当然，疫情期间骨骼关节的保健是绝对不能停的。例如说有骨质疏松症的患者，一定要规则补充钙质跟维生素 D， 还有均衡饮食、适度运动，这个都不可以因为疫情或者是因为疫苗而改变。好，那随着疫情的趋缓，如果台湾社会要解封的话呢，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疫苗的覆盖率，所以越多人打疫苗，越可以阻隔疾病的传播。所以呢，其实疫苗不管是什么厂牌，只要是台湾目前进口的厂牌，目前应该都是有它的效果的。所以我建议各位其实不太需要挑厂牌，只要可以打得到身上的疫苗，应该就是最好的疫苗，就是对你最有保护力的疫苗。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骨科戴大为医师，我们下次再见，拜拜。